子轩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他。哥，你就是杀了我，你也不能拿我的代码获得胜利啊！这会让整个顾家蒙羞的。顾晨渊，你不但抄袭他的代码，今天你竟然还要害死他！我今天要打死这个逆子！我没有。我们都亲眼看见你手上拿刀伤害了子轩，你竟然还在狡辩！你这种恶毒的人，根本就不配当我的儿子！不行呀，你看。姐，顾晨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把你接回顾家，是我做过最后悔的决定。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？我明明没有作弊，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？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？为什么你们都偏向顾子轩这个养子？为什么？姐，顾晨渊，将你接回顾家是我做过最后悔的决定。顾晨渊，你不但抄袭他的代码，今天你竟然还要害死他！这不是编程大赛的现场吗？难道我重生了？放轻松，你肯定可以的，他肯定会赢的，放心吧。真不明白，你走了多大的狗屎运呢？竟然也进入了决赛。不过你自己什么水平，你也清楚，你根本就不是子轩的对手。顾晨渊，我们决定让你退出比赛，到时候丢我们顾家的脸。没想到我真的重生了，重来这一世，我一定好好的跟你们顾家算这笔账。爸，咱们这样做会不会对陈渊太不公平？小心，我们让他参加比赛，已经是做出最大的让步了。而且你也知道，他根本就不是子轩的对手，让他早些退赛呀，是为他着想。爸妈，哥好不容易才进入到决赛，能不能不让他退赛呀？我会手下留情的，不会让他给咱们顾家丢脸的。顾子轩，你又在这儿装什么好人啊？而且我也不需要你手下留情。哥，你说什么？我在真心为你争取机会呀！子轩为你求情，你竟然这样说他，真是没有教养的东西！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改不了一身的臭毛病。我和顾子轩都是你的儿子，为什么你们让我退赛，不让他退赛？你怎么能和子轩相提并论呢？子轩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天才，岂是你一个从孤儿院走出来的底层人可以比的？哎，顾晨渊，让你退出比赛，我们都为你感到惋惜。你和子轩都是我们顾家的孩子，你的水平我们都清楚，你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让你退出比赛都是为你好。少在这里装好人了！难道你们不是因为害怕我抢了顾子轩的冠军，才逼我退赛的吗？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爸呢？爸妈也是为了你好才让你退赛的。要是你实在不想退赛，那我退出好了。反正我也是顾家的养子，根本没办法跟你比。子轩，你不能退赛，要退赛的只能是他。顾晨渊，你不会以为你能进入决赛就能和子轩比个高低了吧？我劝你啊，不要做你的春秋大梦了，你赶快认输吧，不要再浪费大家时间了。妈，你先别说了。晨渊，你现在
快点跟子轩和爸妈道歉。假惺惺，顾昕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虚伪。你说我什么？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姐呢？姐姐对你这么好。顾晨渊，你现在立刻跟你姐姐贺子轩道歉，然后还出比赛现场。我凭什么道歉？该道歉的应该是你们。顾晨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从我被接回顾家到现在，这个顾子轩陷害了我多少次？你们每一次都偏袒他，在你们的眼里就只有顾子轩，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。哥，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我，但是你也不能诬陷我的清白呀。要是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凭什么这么冤枉我？顾子轩，你就是个虚伪的小人，我到底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姐，不能再打了。顾晨渊，你怎么能冤枉子轩？他可是你弟弟啊！顾昕，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什么吗？就是跟你回到顾家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孽障？我现在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你还没资格教训我！妈！自从我回到顾家，你们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我。无论我做什么事，都比不上他一个养子。你怎么能和子轩比？他受到的可是最好的教育。其实，你一个从孤儿院走出来的废材可以比的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保持赛场肃静，无关人员可移步到休息室休息一下。顾晨渊，闹够了没有？命令你立刻退出比赛。我绝不退赛。好，你可别后悔。不后悔，后悔的人只会是你们。我们走。顾晨渊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既然你不知道好好珍惜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这一次，我不仅让你身败名裂，还要让你永远翻不了身。子轩，你不用担心，他不是你的对手。等这次比赛结束，我就将集团转移到你的名下。爸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爸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哥，你可要加油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只要我触碰你一下，我就可以在1小时内听到你心中关于代码的写作思路。原来是这样。哥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只要我碰你，1个小时之内，我就能听到你心中所想的代码思路。难怪他上一世可以写出与我相同的代码。顾子轩，你的秘密已经被我发现了，这一世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。我宣布一下比赛规则，你们2位分别写1个代码，谁的代码能攻破防火墙，谁获胜。若你们2个的代码都能攻破防火墙，攻破防火墙用时短者获胜。现在比赛开始。哥，你就算把我杀了，也别想拿着我的代码获得胜利。你这种恶毒的人，就根本不配当我的儿子！我今天要打死你个大逆不道的逆子！顾晨渊，把你接回顾家，是我做过最后悔的决定。上一世，我努力完成比赛，却被智人抄袭，
换来了谩骂与指责，还被顾子轩陷害，被活活打死。顾子轩，这一世，我要把我自己受到的伤害通通返还给你。顾沉渊，你在搞什么鬼？为什么还不写呀？裁判，我完成了。真厉害，这么快就搞定了。顾子轩，你确定吗？这才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你居然已经完成了你的代码。当然。顾子轩，希望你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啊！你竟然真的在这么短时间内就能写出如此完美的代码？当然，对付这种简单的防火墙，这些代码足够吧？而且我还特意放慢了速度。顾子轩，现在吹的牛有多高，一会儿摔下来就有多惨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开始攻破防火墙吧。开始吧。开始测试。你说的能行吗？不知道。好厉害呀！哥，我已经放慢速度等你了，你不会还没写完吧？我已经写完了，不过我刚才看了一眼我的代码，突然发现几个问题。如果这几个问题不解决的话，恐怕没有办法攻破这个防火墙。顾晨渊，你说什么？你的代码有问题。顾子轩，我的代码有问题，你慌张什么？难不成你抄了我的代码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抄你的代码？那你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我要开始解决问题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裁判，我突然觉得我的代码有点问题，我要检查一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我已经看过你的代码了，感觉已经很完美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裁判，我还想再检查一遍，毕竟赢的人可是要进国家科研中心，我可不想因为我的大意而错失机会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多一遍检查，多了一份保障。测试暂停。顾晨渊，你这个王八蛋，有问题不早点检查清楚，差点被你害死了。哎呀，我的时间要到了，我得找时间再碰他一下。哥，你要干嘛？顾子轩，你不是要修改代码吗？你怎么还不开始？啊，这顾晨渊不是要改代码吗？为什么还不开始？1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开始写，我看你怎么抄我。终于开始了，顾晨渊，
输的人只会是你。裁判，我写完了。哥，你这次是真的写完了，要不再检查一下？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哼。裁判，我也写完了。顾子轩，你这是什么算法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这是我自创的算法，名字叫做星链算法。顾子轩怎么可能会使用星链算法？这不是我独创的算法吗？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竟然能自创算法，看来这次比赛的冠军非你莫属了。我现在就去测试。测试开始。这不可能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明明1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他为什么还能抄到我的代码？哥，你的代码也写好了吧？要不我帮你测测？哟，哥，你的代码怎么跟我的代码一样啊？哟，哥，你的代码怎么跟我的代码一样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哇，真的一模一样！哎，真的是一模一样。顾晨渊也使用了星链算法。顾晨渊，你的代码和顾子轩的完全一模一样。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抄袭了顾子轩的代码。裁判，我没有抄他的代码，是顾子轩这个卑鄙小人，他抄袭了我的代码。虽然他2次使用的算法不一样，但是框架还是一样的。现在你的框架和算法和他一样，并且还使用了他独创的星链算法，你现在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哎呀，哥，虽然我知道你很想赢这场比赛，但你也不能抄袭我的代码呀。顾子轩，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，你心里清楚，究竟是谁抄袭了谁的？顾晨渊，现在事实已经摆在你面前了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这场比赛关系到进入国家科研中心的名额，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。哎呀，哥，如果要是被咱爸妈知道你为了赢得冠军不择手段，该有多伤心啊！要不你就在这里承认了吧。顾晨渊，你在比赛现场作弊，被剥夺了参赛资格，你这种人不配出现在这里，请你离开。等等，这每个比赛都有一个隐藏的题目，要不这样，你我之间再比一场，看看到底谁在撒谎。那可是大夏最高级别的防火墙，难度系数巨大，况且你已经取得了比赛的胜利，何必再多此一举呢？哥，你觉得这办法怎么样？难道我当时听错了？他的能力使用时间不是1个小时，而是2个小时。哥，我这是在给你机会，如果你继续不说话，那我只好告诉裁判结果喽。那还能不能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各位，请安静一下。顾子轩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让我宣判结果，说明他的能力持续的时间肯定快要结束了，我不能让他得逞。子轩，你这么快就完成比赛了？陈渊，你也不要气馁，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进入国家科研中心。安静，安静！各位，安静一下。现在我宣布，这场比赛的获胜者是……慢着，慢着！我同意和顾子轩再比一场。裁判，这什么情况？不是子轩已经取得冠军了吗？怎么顾晨渊说还要跟子轩再比一场呢？顾晨渊抄袭顾子轩的代码，按道理来说已经失去了参赛资格，但是顾子轩给了顾晨渊一次机会，提议2人一起去挑战隐藏题目。裁判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陈渊他不是这样的人啊！证据确凿，
我可以肯定，就是顾晨渊抄袭了顾子轩的代码。顾晨渊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在比赛上抄子轩的代码！我没有抄袭顾子轩的代码，是他抄了我的代码。顾晨渊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！裁判都说了，证据确凿，就是你抄了子轩的代码。究竟是谁抄袭了谁的代码？一会儿再比一场，结果出来自然就见分晓了。既然你这么相信你的儿子，那你就留下来一起看看吧。顾子轩，你敢让他们都留下来吗？哥，我努力给你争取到了继续比赛的机会，没想到你还这样诬陷我。既然你不愿意承认错误的话，那今天就请大家做个见证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再比赛一场。等一下，我要求更换场地。那么好，请各位移步。现在进行隐藏题目比赛，规则不变。不过，你们这次写的代码会共享在身后的大屏幕上，并且这场比赛是现场直播。现在你们可以开始了。凭借上一世的记忆，轻松完成了上一场比赛，但是现在面对最高级别的防火墙，还是要好好构思一下。真不愧是我的儿子，破解起最高级别的防火墙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不像那个顾晨渊，都不敢下手敲代码。3个小时，刚刚好。顾晨渊，这样一来，我就能够名正言顺的得到顾家的一切了。哼！哥，你怎么又在抄袭我的代码呀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还能写出跟我相同的代码？哥，你可要加油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他触碰了我3下，他的能力持续时间不是1个小时，是3个小时。哥，你不想参加比赛，你不答应就好了，你怎么又在抄袭我的代码？只要我身体接触，他就能获得能力，得好好利用一下他的能力。顾子轩，分明是你抄袭了我的代码。哥，我知道，我只是一个养子，是我抢走了你的生活，你讨厌我也是应该的，但是你不能一直往我身上泼脏水啊，还是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之下。顾子轩，少在这里装好人，你窃取我的生活也就罢了，现在还窃取我的代码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顾晨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竟然敢打子轩！子轩，你怎么样？妈，我没事儿，哥肯定不是故意要打我的，你们千万别怪他。晨渊，你写不出代码就算了，可是你怎么还打人啊？是他抄袭我的。顾子轩，你少在这里装可怜了，你自己怎么写出来的代码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够了，顾晨渊，你闹够了没有？现在这里是现场直播，我们亲眼看到子轩写出的代码，你还在这里胡闹，顾家的脸都让你丢完了。顾晨渊，你为什么不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就认输？现在留下来，
只会丢了顾家的脸面，更伤了子轩的心。我命令你立刻承认自己抄袭了子轩的代码，并向子轩道歉，然后从这里滚出去。我再说一遍，抄袭的人是他，是顾子轩抄袭了我的代码，该道歉的应该是顾子轩。哥，这可是现场直播呀，还有这么多观众，明明就是你先抄了我的代码，怎么还往我身上泼脏水呀？就是他先写的。对啊，就是他先写的呀，我们看见的呀。子轩，我们都是相信你的，咱们相处这10几年下来，你是什么人，我们最清楚了。陈渊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胡说了？我们亲眼看见子轩敲的代码，你怎么能说是抄你的呢？你们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？我说什么都是错的，这个霸占了我10几年身份的养子说什么都是对的，你们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。住嘴！我们培养了子轩10几年，是你这个在外面生活10年的孽障可以评论的吗？还说子轩的代码是你写的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顾晨渊，自从你回到顾家之后，你就处处针对子轩，现在更是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以诬陷子轩，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孽障？哥，我知道进入国家科研中心是你的梦想，但这也是我的梦想啊！平日你冤枉我的事，我都认下了，但是这件事儿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，就是你抄袭了我的代码。陈渊，虽然我很想帮你说话，可是这次你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，现在快向爸爸道歉啊！我回到顾家之前，顾子轩毫无编程天赋，我回来后，他立刻展现出超高的编程天赋，这明显有问题。可这群人却视而不见，我没必要再留在顾家了。顾晨渊，子轩的话你也听到了，你不要因为你的无耻行为耽误子轩进入国家研究中心。顾晨渊，如果你现在亲自承认抄袭了子轩的代码，并在直播和现场观众的见证下向子轩道歉，我们还可以考虑把你留在顾家。陈渊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现在给爸妈道歉，你还是我的好弟弟啊！我凭什么道歉？该道歉的人应该是他，不只是在今天的比赛上，就连平时他在公司写的代码都是我写的。我如果不这样做，他还说要把我赶出顾家。顾晨渊，子轩的代码天赋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你就是算求着他写代码，他也不会答应的。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了。子轩这么善良，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啊？我们顾家怎么会有你这样不知廉耻的东西？赶快向子轩道歉，滚出顾家！顾家没有你这种丢人现眼的玩意儿。爸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！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如果不是我抢了属于哥的生活，哥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要该走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我这就离开比赛，离开顾家。你这傻孩子，我怎么舍得让你离开呢？你就是太善良了，顾晨渊都这么对你了，你还这样替他说话。子轩，你听我说，你和陈渊都是我的弟弟，今天谁都不许走。陈渊，你快点道歉呀！没看到爸妈都生气了吗？小心，不要再为这个逆子说话了。顾晨渊已经不止一次的冤枉子轩了，他根本不值得你这样去维护他。顾家怎么会有这样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？哥，你就承认抄袭了我的代码吧，只要你承认了，我就求爸妈把你留下来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够了，子轩，不要再替他说话了。我没有这样不知廉耻的儿子，我的儿子只有你一个。没错，你才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也是我们顾家唯一的继承人。好，你们竟然为了养子，要把亲生儿子赶出家门！住嘴！像你这种虚伪的人，也配当我顾明远的儿子，也配成为我们顾家之人。好，好，好，像你们这群是非不分、颠倒黑白的人，也不配成为我顾晨渊的家人。顾晨渊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子轩3番2次的维护，我们给了你多少次机会，你就这样跟我们说话，真是家门不幸。我就不是顾家人，谈什么家门不幸？你是什么？我说什么你们心里还不清楚吗？从把我接来到顾家已经10年了，你们有承认过我是你们的儿子吗？恐怕在你们心里，顾子轩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吧？你在顾家已经10年了，
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就这么在意你的身份吗？顾晨渊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为了我们不承认你的身份，才这样对子轩的，真是丢尽我们顾家的脸！爸，你别生气，再把身体气坏了。哥，爸妈这样做也是有苦衷的，你能不能别再惹他们生气了？苦衷，就是时时刻刻的奚落、厌恶。他们有一刻把我当成他们的亲儿子吗？他们不配做我的父母。你说什么？我顾晨渊在此声明，从今以后，我与顾家再无半分瓜葛。我顾晨渊在此声明，从今以后，我与顾家再无半分瓜葛。顾晨渊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既然不承认我的身份，那我现在与你们断绝关系。这下你们总满意了吧？顾晨渊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顾晨渊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，竟然敢在直播的时候跟我们断绝关系！反正在你们的心里，也只有养子顾子轩，我不过是顾家一个可有可无的人，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们断绝关系？陈渊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难听的话？我们是一家人啊，怎么能说断绝就断绝呢？快收回你那些话！一家人，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你们的承认，这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一家人？哥，你怎么能用这种方法逼迫父母承认你的身份呢？你知道他们这样有多伤心吗？嗨，我说你怎么敢当着直播的面跟我们断绝关系呢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目的，你是想依靠舆论的压力逼迫我们承认你的身份。顾深渊，你好深的心机呀！哼，没想到竟然算计到亲生父母身上了。告诉你，我们不会是轻易承认你身份的。等你什么时候不使用那些下三滥的手段了，我们再重新考虑。不劳你们费心了，我刚才已经说过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就继续深爱你们的养子吧。哥，你别再跟爸妈斗气了好吗？只要你跟爸妈好好道歉，我会求他们原谅你的。我需要你们的原谅吗？顾晨渊，子轩一直在替你说话，你却一直针对他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妈，你也别生气，我相信哥是因为对这个比赛太上心了，所以才一时犯了糊涂，被冲昏了头脑。子轩，你可真让人恶心啊！顾晨渊，子轩到现在还在替你说话，你还有心吗？你现在立马给子轩道歉，滚出比赛现场，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妈，哥的梦想也是进国家科研中心，现在比赛还没结束，能不能让哥继续参加比赛呀？顾晨渊，今天我就要让你再无翻身之地。子轩，他抄袭你的代码，你已经给过他一次机会，况且他一直在诬陷你，你确定还要给他一次机会吗？妈，我决定好了，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最高级别的防火墙，我不相信你还能在短的时间内想到第二种破解思路。等你破解不出来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顾晨渊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子轩已经破解成功了，就差你了。顾晨渊，所剩时间可不多了，你可要抓点紧啊！他不是继续破解防火墙吗？怎么还不开始？对呀，他是不是根本就破解不出来啊？对啊，顾晨渊，你要是破解不出来，就早点认输，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。妈，咱就再等等吧。我哥的梦想也是进入国家科研中心，怎么会毫无准备呢？子轩，你就不要对他抱有幻想了。刚才他这么对你，他这种人啊，就不值得我们同情。真的吗？这场比赛已经引起国家科学院张院长的重视了。看来这个逆子也是写不出什么代码了。
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浪费时间了。走吧。陈源开始写代码了。不对，我没看错吧？这个逆子怎么可以写出代码？难道他真的可以写出最高级防火墙的代码？可是我怎么看不懂他用的什么算法呀？我看呀，他就是乱写的。就他这水平，怎么可能破解出来最高级别的防火墙？简直就是异想天开，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。他写的什么呀？我怎么都看不懂。用的什么算法呀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这结构，这算法，顾晨渊，他真的在破解防火墙。哎呀，妙啊妙！这是逆流回溯算法，这年轻人竟然会用这种方法。这老头，你谁呀？你在胡说八道吧？他就是乱写的。住口！这是国家科研中心的张院长。真的是张院长，他可是我们国家代码界的泰斗啊！张院长说顾晨渊使用的是逆流回溯算法，难道他不是在乱写？张院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这个算法是我去年在世界代码协会研究会上提出的构想，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更进一步。这位选手真是了不得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新的代码？张院长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就连你都不能破解出来，怎么他能写出来啊？老夫不会看错，他现在使用的方法就是经过改良的逆流回溯算法。不行，我要拦住他。顾晨渊，你为什么还要抄袭我的算法？我都给你证明自己的机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抄袭我的算法？顾子轩，你果然不会让我完成比赛，鱼儿终于上钩了。你的算法，你刚才使用的并非此法。那是因为我还不想让这个代码这么早的发布出去。但是顾晨渊一直都在用我的算法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逆流回溯算法是你改良的？对，这个算法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算法不一般，于是我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进行改良，现在才完成。刚想着要发布，没想到就被顾晨渊这个小人给偷走了。子轩，你可真是个天才呀！连张院长都没办法解决的难题都被你解决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我顾明远的儿子，子轩，你真是我们顾家的骄傲啊！顾子轩，你口口声声说这个算法是你改良的，你有证据吗？逆子，我们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倒是开始质疑起子轩来了。难道子轩会骗我们吗？对呀，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提出的算法是你改良的？哦，妈，你当时在我房间里看到了我写这个改良这个算法的笔记，对不对？我怎么不记得这个事儿？但是子轩肯定不会骗我，这个算法肯定是子轩改良的。没错，我确实在子轩的房间看到过这个算法，肯定是顾晨渊偷偷跑进子轩的房间，偷看了他的笔记。没错，肯定是他偷偷进了我的房间，偷看了我的笔记，要不然怎么可能会写出这种代码？原来如此，逆子，你竟然偷看子轩的笔记，还想将他辛苦改良的算法据为己有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！我们顾家怎么培养出你这样一个小偷？我们简直就是瞎了眼了！
没想到顾晨渊这么不要脸啊，竟然把这么厉害的算法占为己有。对，顾晨渊就是一个抄袭狗，顾家一直没有公布他的身份，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就是。陈渊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真是一群是非不分的蠢货，只知道一味宠爱顾子轩这个养子。哼，我少爷是真傻，竟然到此才看清这一家人的真实面目。顾晨渊，顾子轩说你偷看他的笔记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张院长，他在骗您，您的算法是我自己独自算出来的，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他才是那个窃取他人成果的人。顾晨渊，你不要自欺欺人了，这个算法是子轩改良的，你就是要盗用子轩的算法，取得这次胜利的。如果这个算法真的是他改的，那他应该能够写出代码的后半部分，你问问他，他能吗？子轩，你快上去写出来啊，好让这个白眼狼彻底死心。顾子轩，我知道了，你不会写不出来吧？如果真是顾子轩改良的，现在写出来不就行了吗？顾子轩怎么犹豫了？他不会心虚了吧？对，我当然能完成。果然，顾子轩的能力持续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他怎么后退了一步？难道他发现我会读心术了？不可能，这肯定是巧合。哎，顾子轩，你不是要完成后面的代码吗？位置都让给你了，你现在开始吧。怎么，你该不会是想要拖延时间，等时间结束吧？哥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承认了你抄袭了我的算法，我会原谅你的。得了吧，顾子轩，我看你装的都累，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这里混淆视听，又不是我盗窃的，我凭什么承认？顾晨渊，你真是无可救药了，分明是你抄袭了子轩的代码，盗取了子轩的算法，现在还在这里诬陷子轩，你的良心去哪儿了？陈渊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今天你再三的污蔑子轩，今天你必须给子轩道歉。爸妈姐，有你们真好，等哥承认了，你们不要怪他好不好？放心吧，子轩，看在你给他求情的份上，我们不介意多给他一次机会。顾子轩，你这点小把戏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你不是要完成后面的代码吗？赶紧完成吧，否则我要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。顾晨渊，子轩的话你也听见了，你现在赶紧认错道歉，不要再浪费大家时间了。闹够了没有？要是耽误了，子轩进入国家科研中心，有你好看。他们两个人现在都有抄袭的嫌疑，我们国家科研中心不可能把这种人招进去。只要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证明了自己没有抄袭，我可以代表国家科研中心现在将他招进去。张院长，子轩肯定没有抄袭顾晨渊的代码，况且第一轮比赛他已经是比赛冠军了呀。对呀，张院长，子轩已经获胜了，你看现在直接给他招进去吧。依我看，等比赛结束再做决定也不迟。顾晨渊，你听到了吗？你现在就认输，不要再浪费大家时间了。不行，顾子轩必须完成后面的代码，或者你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我自己来完成。原来是这样，顾晨渊，你打我那一巴掌，我将加倍奉还还给你。哥，你真的不承认抄袭了我的算法吗？顾子轩，如果你还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，影响我完成代码，
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顾晨渊，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分明是你盗取子轩的算法，现在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？你和顾子轩都说是顾子轩独立完成的代码，那么我问你，你真的看到那笔记了吗？当然，我确实在子轩的房间看见过那个笔记。你和顾子轩都说这个算法是他完成，那他为什么现在还不开始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顾子轩怎么还不去补充后面的代码？不过真的像顾晨渊说的那样，这个算法是顾晨渊改良的，跟顾子轩没有关系吧？我也觉得。顾子轩，如果你写不出代码，麻烦你先下去，不要耽误顾晨渊写代码。等等，谁说我写不出这个代码？顾子轩，你真的能写出后面的代码吗？这个算法就是我改的，写不出来，那就说不过去了。那你刚才是在……我刚才呀，一直想给我哥一个机会，但没想到他不知道珍惜。既然他不知道认错的话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，就是要张院长看笑话了。子轩做得很好，给了这个逆子这么多次机会，他都不知道珍惜。你也不要念及兄弟之情了，让他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天才。顾子轩，你真的能写出后面的代码吗？哥，我其实不想这样对你，但是我也不能看着你一直犯错呀。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可千万不能怪我。原来顾子轩一直都在为顾晨渊着想，顾晨渊也真是死鸭子嘴硬，不进棺材不落泪。哥，你可要看好了。顾晨渊，子轩已经开始写代码了，我看你还嘴硬等什么时候？现在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哥，代码我已经写好了，这下你总该承认是你抄袭了我的代码和算法吧？顾子轩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现在承认是你抄袭了我的代码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顾晨渊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嘴硬？子轩已经把后续代码写出来了，你还不承认吗？你真是我们顾家的耻辱啊！如果你还不承认错误，我们永远不会对外承认你是我们顾家的人。你们就这么确定他写的代码是对的吗？顾晨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按照他的思路写的吗？怎么可能有问题？顾晨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子轩的代码我们都已经看过了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哥，你都已经听到解说了吧？解说都没有问题，你还是早点承认吧。这个代码确实有问题。张院长，你是不是看错了呀？这个代码怎么会有问题呀？什么？张院长，这个代码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？对呀，张院长，这个代码我看过一遍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老夫看的没错，逆流回溯算法你们不了解，所以看不出代码中存在的问题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顾晨渊之前写的代码就有问题。哥，你是故意想看我出丑吗？顾晨渊，你好恶毒呀！之前比赛你作弊丢人就算了，现在你还连累子轩出丑，你真是好狠的心呀！谁说我的代码有问题了？你是想说子轩的代码有问题吗？没错，就是顾子轩的代码有问题。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了，子轩的代码怎么可能有问题呢？张院长，你快跟我说，到底是谁的代码有问题？他盯着我看干什么？难道是我写的代码有问题？张院长，你看着子轩干什么呀？你快告诉我呀，到底是谁的问题呀？顾子轩，
既然逆流回溯算法是你改良的，那你为什么会写错代码呢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是按照顾晨渊的想法写的。子轩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明明是按照顾晨渊前面的想法写的，怎么可能会有问题？小新，你怎么了？你难道怀疑子轩抄袭了顾晨渊的代码吗？刚才我应该是听错了。子轩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的人品我最清楚，他根本不可能抄袭。张院长，你确定没有看错？写错代码的不是他顾晨渊？我不会看错，代码的问题就出现在顾子轩写出来的部分。张院长，您的算法不是已经被子轩改良过了吗？说不定是子轩的算法是正确的呢。况且你也没测试啊，怎么能觉得他是错的呢？顾子轩写的代码有没有问题？我们测试一遍就知道了。开始测试。啊！他们刚才竟然不相信张院长的话，张院长可是数码界的泰斗啊！看顾晨渊自信的样子，他好像早就知道代码有问题了。难道真的是顾子轩抄写了顾晨渊的代码？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子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显示测试失败了？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逆流回溯算法怎么写。难道我们之前都冤枉了陈渊？这真的是子轩抄袭的陈渊的代码吗？顾子轩，逆流回溯算法真的是你改良的吗？子轩，你说句话呀！说呀，子轩，你说句话呀！说呀！子轩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哼！顾子轩身体不适，比赛暂停。哎，裁判，既然顾子轩没有完成他的代码，是不是就可以证明是他抄袭了我的代码？顾晨渊，子轩都晕倒了，你还在想着比赛的事情？子轩给了你多少次机会，你竟然想趁他晕倒的时候取得比赛冠军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我怎么会有你这种没有感情的儿子？顾晨渊是不是人呐？自己弟弟都晕倒了，还在那个地方纠结比赛的输赢。真是一个白眼狼，我家的狗都比他懂得感恩。就是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，你们就不愿意了？你冤枉我抄顾子轩的代码，我还不能给自己讨个公道了吗？陈渊，你就不要再说了。现在子轩的身体最重要，等他醒来，一切不都真相大白了吗？你说的没错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顾子轩送到医院去。至于比赛，我们3天后再举办一次。顾晨渊，子轩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来。妈，我们走。顾子轩，好好享受这3天的生活，因为3天后就是你的死期。张院长啊，顾晨渊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张院长，国家科研中心的院长，要想改变上一世的悲惨命运，肯定少不了张院长的帮助啊。张院长，您不久之后就要去米国参加代表大赛了吧？我听说您还没有找到助理，我认为我可以担任，跟您一起参加。顾晨渊，你还没有进入国家研究中心，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够担任我的助理呢？况且这次的编程大赛，你还有抄袭的嫌疑，我怎么敢让你成为我的助理呢？张院长，进入国家科研中心，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难事，并且我认为那里面的人也不见得有我厉害。你的口气倒不小啊！国家科研中心里面个个都是代码天才，你的话要是让他们听到了，估计都要笑掉大牙了。张院长，不知您有没有听说过，10年前江城出现了一位史上最年轻的代码天才？我当然知道，我们找了他整整10年，可一直都没有结果。我知道他在哪儿。你知道他是谁？那个人就是我。顾晨渊，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开玩笑。
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就可以走了。张院长，我真的没有骗您。我应该怎么相信你说的话呢？寰宇算法，寰宇算法就是我当年所用的算法。你竟然知道寰宇算法？除了当年代码天才，就只是我和几位院长才知道这个算法。既然你能说出这个名字，我愿意相信你一次。既然你一直待在江城，可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找到你呢？当初我被接回了顾家，与此同时，顾子轩也展露出了极强的代码天赋。在他的威胁下，我不再展露自己的天赋。慢慢的，顾家人也开始忘了我有天赋了。在他们眼里，我逐渐成为了一个连顾子轩都不如的废物。唉，你这么厉害的代码天才，竟然被顾家埋没了10年。他们这是把珍珠当成了榆木啊！顾晨渊，你真的愿意当我的助理吗？当然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对外宣布，你就是我的助理，并且取消3天后的比赛，直接进入国家科研中心。张院长，3天后的比赛不用取消，到时候我想亲手揭开顾子轩的真面。好，那就按你说的办，3天后比赛照常进行。那个张院长，我还有点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10年，我们都准备放弃了，没想到现在竟然让我找到了。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呀。陈院长，比赛已经结束了，要不然您先回去。小赵，你尽快帮我去准备一份录用通知书。我已经找到跟我一起前往米国参加交流大赛的助理了。您是说顾子轩吗？虽然他足够优秀，但是他也没有达到可以跟您去参加代表大赛的资格呀。要不然您再考虑考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现在就去办。回来，我可没说让顾子轩当我的助理啊。不是顾子轩，那你想选的助理是？是顾晨渊，他才是真正的代码天才，我们都错怪他了。啊？他？对，就是他。有他在，我相信我们能取得这次代码交流大赛的冠军。顾子轩才是那个抄袭狗。顾子轩在比赛中的行为太反常了吧？严查顾子轩。真是一群蠢货！等我拿了冠军之后，再挨个找他们算账。顾晨渊，我有系统帮身，你赢不了我。3天之后，我要让你受万人唾弃，让你永远活在我的阴影之中。妈，你们来了。子轩，医生说了，没啥大问题，就是受了点惊吓。你呀，好好休息2天就没事了。都是我的错，让你和爸爸还有姐姐担心了。哎呀，子轩，说什么胡话呢？我们担心你都来不及，怎么会怪你呢？子轩，你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，都是顾晨渊那个逆子把你害进了医院，到现在竟然也不来医院看你一眼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真是气死我了！这肯定是顾晨渊找的水军，来污蔑子轩的。妈，我觉得陈渊他不是这样的人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能有什么误会？小心，子轩是你弟弟。顾晨渊这么污蔑子轩，你到现在还这么袒护他。可是小心，顾晨渊是你亲自接回家的，你对他疼爱一点我们理解，但是今天他多次陷害子轩，甚至把他刺激到了医院，
你就不要再为他说话了。是啊，今天陈渊做的事情确实太过分了。回去之后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劝他，给子轩道歉。明天我们回去就举行新闻发布会，把顾晨渊的所作所为都曝光出去。对了，子轩，你的那个什么逆流算法，怎么不早点发布出来呢？这样顾晨渊今天比赛不就没办法盗用了吗？我想着比赛之后再发出去呢，但没想到被陈元哥给盗用了。当初就不应该把那个白眼狼接回顾家。子轩，你放心，是你的东西一定是你的，顾晨渊他抢不走。明天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我会着重强调，这是你发明的算法。子轩，你现在能写出那段代码的正确顺序吗？我想把那段正确的发布出去，这样他们就知道你能写出来。对。陈渊，你可千万不要怪我，谁让你先坑害了子轩？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。子轩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赶紧写呀！妈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既然陈渊哥想要这个算法，那我给他就好了。而且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不想有人去伤害他。顾晨渊都这么对你了，他已经完全不顾兄弟情分了，你怎么这么维护他呢？还子轩，这可是你花费了1年的时间才改良的算法，如果发布出去，对你的未来有莫大的帮助，你就真准备让给他了？不管怎么样，他永远都是我哥呀，我是不可能做出兄弟手足相残的事情的。子轩，到现在了，你还在为陈渊着想，我之前竟然还怀疑过子轩。爸妈姐，有你们在我身边已经足够了。妈，陈渊哥他不是故意在比赛现场跟你们断绝关系的，你们能不能原谅他？只要他肯承认错误，并且向你道歉，我们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陈渊这个逆子，子轩一直在为他着想，时间都过去了这么久了，到现在也不来医院看子轩一眼。爸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不用打了，我已经来了。不用打了，我已经来了。陈渊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看望子轩的，你好好跟他道歉，我们都会原谅你的。顾晨渊，你道歉就要有道歉的态度，拿出道歉的诚意，否则啊，休想让我们原谅你。谁跟你们说我今天是来道歉的？顾晨渊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命令你必须现在立刻给子轩道歉。给他道歉，他给我道歉还差不多。哥，你能来看我，我就已经很高兴了，不需要向我道歉，都是我的错。你还知道都是你的错？哼，顾晨渊，在考场你抄袭子轩的代码，把子轩气到了医院，我顾明远没有你这样狼心狗肺的儿子。甚至你还找水军辱骂子轩，你必须给子轩道歉。陈渊，你就快给子轩道歉吧，这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等一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在网上找人辱骂他？哼，顾晨渊，你敢做不敢当是吧？自己看吧，证据确凿，现在有什么好狡辩的？陈渊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子轩他可是你弟弟啊！你们就只能看到批评顾子轩的，就看不到他们辱骂我的评论是吧？
顾晨渊真是个卑鄙小人，比赛作弊被抓了还死不承认，连自己弟弟的东西都偷，就应该取消这种人渣的比赛资格。顾晨渊肯定是嫉妒顾子轩的才华，才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。他们说的就是事实，我为什么要在意这些？至于那些网上污蔑子轩的，不都是你找人发布的吗？他们怎么能说出这么难听的话？我还用刻意找人来辱骂他？他那天在赛场上的所作所为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有问题，可就是有些人故意看不见。你少在这胡说了！你抄袭子轩的代码，盗用子轩的算法，这可都是事实。你们到底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是我抄袭了他的代码？到最后他也没有能写出我代码的后半部分，难道不应该是他抄袭我的吗？顾晨渊，你还真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子轩担心自己写出后半段代码对你影响不好，故意写错，并且要将算法赠予你，没想到你现在还在这里诋毁子轩。子轩，今天本应该拿到冠军，进入国家科研中心，可是因为你抄袭代码，扰乱比赛，导致3天后还需要重新比赛。我命令你立刻退出比赛，算是对子轩的补偿。原来这才是你们的真实目的。放心，我不会退赛的。顾子轩，你也别妄想用这种方式来取得胜利。你现在最应该好好想一想，3天后你要怎么面对他们。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这冠军我不要了，我让给你啊。但是你不能再惹爸妈生气了。顾子轩，你别在这儿假惺惺的。我可以靠自己的实力来取得胜利，不用你这个废物放水。还有，你们是不是都忘了10年前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找到我并把我接回顾家？你不说我倒是忘了，当初因为你是代码天才，我们才把你接回顾家的，没想到你的代码天赋根本不如子轩，要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早就把你赶出家门了。是啊哥，你在孤儿院里长大，你想找亲生父母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也不能撒谎说自己是代码天才呀。你知道爸爸妈妈知道真相之后有多伤心吗？谎称自己是代码天才，你们也是这样想的？陈渊，你确实不应该撒谎啊！我们顾家是对不起你，让你在孤儿院受了很多苦，可是你不该骗我们呀！你们就没有想过，之前顾子轩在顾家明明没有任何的代码天赋，偏偏是在我回到顾家以后，他突然有了超强的代码天赋，你们难道就没有觉得奇怪吗？子轩之前没有接触过代码，我们没有发现他的代码天赋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是啊哥，我是在你来了之后才接触代码的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顾子轩，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？顾子轩根本就没有代码天赋，他的代码天赋就是抄袭我的代码。陈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顾子轩根本就没有代码天赋。顾子轩根本就没有代码天赋。妈，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顾晨渊，你是不是想说，子轩这10年都是在抄你的代码？没错，
他这10年就是抄的我的代码。陈渊，不要再气爸妈了。你现在给子轩和爸妈道歉。子轩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他的为人我们最清楚不过，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。我在顾家生活了10年，10年，你们知道这10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们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亲人来看待，在你们的眼里，顾子轩，他才是你们的亲儿子、亲弟弟。你和子轩都是我的亲弟弟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气啊？都是你的亲弟弟，为什么每次我和顾子轩发生矛盾，你袒护的都是他？你做哥哥的，做哥哥的总要让着弟弟，对吗？你每次都是这样说，可是你有一次问过到底是谁对谁错吗？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子轩他那么乖，每次犯错的肯定都是你。好，既然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无论怎么做，也得不到你的信任，这个家我没有必要再待下去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断亲协议？啊？断亲协议？断亲？顾晨渊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然真敢跟我们断绝关系！事到如今，我还有什么不敢？反正你们也从来没有承认过我跟顾家的关系，也从来没有把我当成顾家人来看，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们断绝关系呢？顾晨渊，你真是个蠢货，都不用我出手，自己就准备和顾家断绝关系了，那就让我来再帮你一把吧。哥，你才是爸妈的亲生孩子，血浓于水，你不能跟爸妈断绝关系啊！今天咱俩如果非得要走一个的话，那也得是我呀。我走。弟弟，你不能走。陈渊，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你再这样下去，我也要生气了。把你这些东西给我收起来。姐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，顾欣，请你在断亲协议上签字，从此你我再无瓜葛。顾晨渊，你真的要跟我们断绝关系吗？好，我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我顾晨渊绝不后悔。陈渊，你是认真的吗？顾晨渊，你既然已经跟顾家断绝了关系，那么请你把属于顾家的东西留下再走。你们顾家的东西？我身上哪里有你们顾家的东西？顾晨渊，你少在这装糊涂了。你身上穿的，手上戴的，哪一样不是用顾家的钱买的？你说他们？还有你的手机、银行卡，凡是跟顾家有关的东西，你必须留下。你们要不要好好想想？你们顾家给过我1分钱吗？顾晨渊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每个月给你和子轩一人20万的生活费吗？你们真的给我打过钱吗？喂，王管家，
我问一下，陈渊的生活费一个月是多少？陈渊少爷没有生活费。什么？小心，你怎么了？顾晨渊一个月的生活费到底是多少？顾晨渊每个月没有生活费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好像亲自吩咐过王管家，要他给子轩和他一样的生活费呢。子轩一个月的生活费是40万。我以为爸妈怕我不够花，就给我多涨了1倍零花钱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时候顾晨渊刚从孤儿院出来，我怕他骗我们，所以就把生活费都打给子轩了。那就算是没有给你生活费，那你身上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花顾家的钱买的？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打零工攒钱买的，跟你们顾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打零工？就算我们不给你生活费，也不至于打零工啊！在我们集团上班，工资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啊。是啊，我们逢年过节给你送的礼物，随便拿出来一件也价值100万啊！首先，我没有拿到过工资，因为我之前的好爸爸说要锻炼我，没给我发工资。其次，也只有你一个人给过我礼物，还被顾子轩抢走。总而言之，什么？我身上没有任何你们顾家的东西。你们要是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，我就先走。爸妈，你们当真没有给过陈渊生日礼物吗？我每天忙得要死，哪有时间给他买生日礼物？我是怕陈渊拿礼物换钱，做些不好的东西，所以就一直没给。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，陈渊为什么一直要跟我们断绝关系。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偏心了？是啊，我们真的好像从来没有关心过他。原来真的是我，哥才和我们断绝关系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次比赛顾晨渊也不能抄袭子轩的代码啊。只要他肯跟你赔礼道歉，我们还是愿意接他回顾家的。今天我们重新进行3天前的比赛，现在有请2位参赛选手入场。爸妈，结束之后我们好好和陈渊聊一下吧。感觉我们亏欠他的太多了。等他再次回到顾家，我会第一时间召开发布会，公布他的身份。哥，这都3天了，你还没想通？这次我可不想你当着爸妈和直播的面儿再次难堪。顾子轩，你还真敢来参加比赛？谁给你的自信？哥，你赢不了我。顾子轩，我记得3天前我的代码后半部分你没有写出来。我是真好奇了，你就这么有自信？上一次是因为当着直播和爸妈的面，我故意把代码给写错了。如果我把这代码给写对了，你可就成人人喊打的小偷了。你可是我哥，也是默默这样做的。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。哥，如果你既然还不信的话，咱们赛赛。哥，想不想看看我的新方法？哥，我这个新的破译方法怎么样？哎呀，顾子轩，
你怎么回事？这明明是我的代码呀！顾晨渊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们都亲眼看到子轩写出的代码，你还想污蔑子轩吗？我们竟然还想让这个逆子回到顾家，我真是瞎了眼！像他这种不知悔改瞒过谎言的东西，根本不配姓顾。什么？顾晨渊，你想干什么？子轩，我们都亲眼看见子轩写出了代码，你还想诬陷他吗？哥，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？这个代码明明是我在医院里准备的，怎么能是你做的呢？顾家那些蠢货，竟然还要想将顾晨渊接回顾家！哼！这是什么？这是顾晨渊比赛用的代码。顾晨渊，现在我看你拿什么和我拼，你输定了。顾子轩，这真是你写出来的代码吗？当然了。5、4。哎，他们在说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顾晨渊，你在干什么？2、哥，你怎么了？1、0。这是他写的代码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变成这样？会变成这样啊？这什么情况？刚才不是还测试成功了吗？这会儿怎么显示失败了？这比赛系统是不是有问题？裁判，裁判，这系统有问题啊！张院长已经检查过了，系统没有问题，是顾子轩的代码出了问题。他并没有攻破防火墙，而且向防火墙里边植入了病毒，伪造了攻破防火墙的假象。现在比赛继续。这怎么可能？顾子轩，你准备的代码好像有问题啊！顾晨渊，就算我的代码有问题，你如果写不出来，那也是我赢。这怎么可能？真不错啊！说不定这屏幕上的系统马上就会显示测试失败。顾子轩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怎么会这样？顾子轩，我送你的小礼物，你还喜欢吗？那个 U 盘是你留下的？没错。顾子轩比赛作弊，被剥夺比赛资格。现在我宣布，这次比赛的获胜者是顾晨渊。好，好啊，你真好。顾子轩，你输了。难道我们真的冤枉了陈渊？陈渊，之前是我不对，看在还是一家人的份上，就原谅我们一次好吗？陈渊，妈错了。张院长，我没让您失望吧？机票、护照都准备好了，
我们现在就出发，让他们明白，咱们国家的代码技术是世界一流的。年轻人，祖国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。好。